恶魔果实隐藏着更强的力量，神之国到底发生过什么？大家好，我是朱二笨。海贼王漫画1045话再次刷新大家对热血漫的认知。尾田向我们展示了乔伊波伊真正的欢乐，高端对决照样可以上演滑稽搞怪。当然，这一话还只是开胃菜，神奇的尼卡果实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细节。这次的分析，我们要从一首歌说起。1045话标题 Next Level 意为下一个等级。结合本话内容来看，应该是指开启5档后的路飞实力迈入了新的等级。但有意思的是 ，Next Level 同时也是一首歌，由韩国组合 aespa 演唱，于2021年5月7日发行。而在2021年9月，海贼王官推曾经公开过尾田在 Spotify 的一份常听歌单，其中就有这首 Next Level。这是巧合吗？我们不妨来听听这首歌。好家伙，这几句歌词不正是目前路飞的5档状态吗？果实觉醒后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和更高的自由度，能够随心所欲发动各种不可思议的攻击。这首 Next Level 就像是5档的主打歌，但它本身还讲述着另一个故事。aespa 这个组合出道到现在一共只有4首单曲，但他们一起构建出了独特的世界观。大致意思是，在他们的宇宙中存在着虚拟和现实2个世界，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虚拟的自我化身，它是另一个自己，并让本体更加强大。这种设定与幻兽种果实的设定十分相似，能力者将拥有另一个幻兽般的自我，而拥有神之名的果实中寄宿着某种意志，有可能叠加自身原本的意志，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就如我们在上一话分析里说的，正义的人会更加正义，邪恶的人会更加邪恶。而对路飞来说 ，Next Level 就是成为神的化身。太阳神尼卡的自由属性与自己原本的自由意志相互呼应。如果继续挖掘 aespa 的歌曲 MV， 还能发现更多有意思的设定。Next Level 的 MV 中出现过2条大蛇，分别是青色和桃红色。看过和之国篇的话，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凯多和桃之助2条巨龙的颜色。而更巧的是，1025话双龙图，凯多与桃之助在鬼岛屋顶正面对峙。这一话的更新时间就是在2021年9月，与尾田歌单公开几乎是同一时间。按照这个思路，这个 MV 里面还有一个细节让人非常在意，蛇在 aespa 设定的世界里代表着反派的力量，试图破坏世界的 BOSS 就名为 Black Mamba 黑曼巴。在 MV 里是一条黑色巨蟒，它能够制造幻觉，破坏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链接，使人们无法找到自己的化身，然后不断夺取这些化身的力量，最后入侵现实世界。在 Next Level 的 MV 中，黑曼巴像黑客一样入侵了其中一位女主，并利用她离间了主角团，开启了连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光夜之门。而黎明与黑夜，这是目前海贼王中关系到世界未来命运的重要符号。让我们把歌曲里的这些线索稍加整理，再来看恶魔果实的设定。恶魔果实被称为海之恶魔的化身，它的唯一性和互斥性，同一时期同一个能力只会有1颗果实，同一个人不能吃下2颗果实。这些特点都印证了恶魔果实中寄宿着能力以外的东西。而幻兽种果实就代表着某种幻兽的意志，吃下恶魔果实的人就像是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化身，例如吃下了橡胶果实就变成了橡胶人。在 aespa 的世界里，人们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得到自己的化身，实现那些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做到的事情。那么在 aespa 的世界里，能够破坏人们与化身连接的大 boss 黑曼巴，在海贼王中是否也存在呢？我想你已经猜到了，黑胡子马歇尔蒂第七，其暗暗果实能力能够使其他恶魔果实的能力暂时失效，相当于切断了能力者与恶魔之间的联系，重新变回普通人。蒂奇藏身在白胡子海贼团中，伪装成了一个没有野心的普通船员，最后通过背叛同伴获得了暗暗果实，就像黑曼巴离间了 aespa 一样。后来的黑胡子海贼团干部也都掌握了夺取能力者能力的技巧。德雷斯罗萨事件中，巴杰斯就试图夺取路飞的果实。黑胡子海贼团2年间的行动都是在夺取海之恶魔化身。漫画650话，盛平就说过，黑胡子的目标是更为强大的恶魔果实之力。然而对普通人来说，最多只能拥有1个恶魔果实的力量。如何把恶魔果实的数量变成一种战力呢？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像凯多那样制造一支能力者军团，而另一种就是黑胡子凭借暗暗果实的力量能够继续吞并其他能力，就像黑曼巴那样创造出更强大的恶魔。最终的目的是征服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目前的主人就是位于圣地玛丽乔亚的伊姆。现在再来看当时伊姆掌断的悬赏令，似乎更加意味深长。如果路飞的能力与800年前的乔伊波伊一样，是曾经试图解救这个世界的尼卡，毫无疑问，他就是伊姆的最大对手之一，是无老星必须抹杀的目标。那么和他放在一起的黑胡子又代表着什么威胁呢？暗暗果实被誉为最凶残的恶魔果实，这个能力从一开始就是所有恶魔果实的天敌，可以克制任何能力者，自然也可以克制尼卡的力量。尼卡果实是最乱来的能力，而暗暗果实却可以将一切归于虚无。路飞与蒂奇2个低之一族都是天龙人世界的破坏者，同时彼此也是一对宿敌，于是这3者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两对立。乔伊波伊、天龙人以及暗暗果实所代表的另一位王，都想用各自的方式去塑造这个世界，他们分别代表着自由、统治以及毁灭3种意志。理解了这层关系，我们再来推测800年前发生的事。
在上海话的分析里，我们推测上一任乔伊波伊和巨大王国最终败给了伊姆和20位王组成的世界政府。被改名后的橡胶果实开始重生，解放之谷的声音因此沉寂了800年之久。当时这个推测留下了一个疑点：虚空王座明明有着20位王订立的契约，以无人入座象征着和平，但伊姆却可以坐在上面，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之王。如果伊姆是800年前的20位王之一，他这样做就是违背了自己的誓约；但如果他是20位王之外的另一位王，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掌控这个世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把目光放到那个充满未知的神之国。漫画1023话，马尔科的回忆透露一个重要信息：早在天龙人入主玛丽乔亚之前的遥远过去，红土大陆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神之国，卢纳里亚族就来自于此，他们更是被人们称呼为神。但这么厉害的神，后来却被赶尽杀绝。奎因说的那句“那就得问历史了”，也充满深意。要知道，现在被人传颂的历史，正是由世界政府和天龙人所创造，也是他们抹除了真正的历史，导致了空白的100年。显然，卢纳里亚族的灭亡与天龙人入主圣地玛丽乔亚两者间存在某种联系。世界政府开出高价悬赏卢纳里亚族的幸存者，竟也曾被带到庞克哈萨德进行实验。这些都说明了世界政府很清楚这一族人的价值，并且想要获得他们的力量。而卢纳里亚族相信着乔伊波伊的传说，认为乔伊波伊会改变这个荒诞的世界，也就暗示了卢纳里亚族也曾经遭到过奴役，在绝境中希望得到拯救。这一族人从神变为奴隶，又到底经历过什么呢？与神之国同样拥有神之名的地方，还有一个神之谷。38年前，罗杰与卡普在那里击败了洛克斯，保护了天龙人和他们的奴隶。但是战国的对白里就着重强调了这些奴隶，他们会不会就是卢纳里亚族呢？从时间线来看，神之谷决战时，晋刚好9岁，6年之后，晋在庞克哈萨德遇见凯多，也是一个少年的样子。如果假设成立，晋就是当年神之谷幸存下来的人。分析到这里，从一首歌的线索到跨越数百话的伏笔，终于可以串联起来了。800年前神之国的故事，也许是这样的：在世界之巅的红土大陆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神之国度，这里汇聚着众多拥有神之名的力量，以恶魔果实的形式保存着，并由卢纳里亚族世代守护，让那些觊觎着这股力量的人无法得逞。但最终，一个拥有暗暗果实的人出现了，极强的野心与恐怖的黑暗，将卢纳里亚族和神之国毁灭，得到了空前强大的恶魔果实之力，令整个世界陷入危机，无数国度成为他的奴隶。乔伊波伊为了阻止黑暗之王，与伙伴们并肩战斗，其中就包括了伊姆。最终双方爆发了史诗决战，乔伊波伊险胜，阻止了世界的毁灭。黑暗之王战死，他的力量重新分散到了大海中。战争结束后，乔伊波伊建立起了一个平等自由的巨大王国，而伊姆却想要将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国度联合起来，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共同统治这个世界。双方的理念产生了冲突，巨大王国的强大也让人看到了神之国的影子，开始担心这股力量的威胁。伊姆于是利用了20位王的贪婪和恐惧，组成联军向巨大王国发起进攻，以永生的身体操控着后来被天龙人称为国宝的力量。最终，乔伊波伊不愿意世界再次被毁灭，选择了屈服，并让3大古代兵器沉睡，确保不会被任何人得到。20位王作为胜利者前往红土大陆，组建起世界政府，并在神之国的遗迹中建立起圣地玛丽乔亚，将神之国的秘密永远藏在了地下，也继承了神之国遗留的力量。乔伊波伊死后，伊姆成为了真正的世界之主。战后奈菲鲁塔利一族意识到了乔伊波伊并不是威胁，自己受到了欺骗，但已经无可挽回。虽然为伊姆立下了功劳，却拒绝前往圣地。剩下的王接受了伊姆的承诺，永远享受着身为世界贵族的权利，在空的王座面前一起放下了兵器，以示不再会有反抗。天龙人就此诞生，而部分卢纳里亚族的幸存者来到大海，在某座岛屿上继续生活，并被称之为神之谷。直到38年前，这座岛屿被世界政府发现，秘密重新被揭开，强大的屠魔令再次击败了卢纳里亚族。天龙人将这稀有的种族当成了玩物，遗留在这里的部分恶魔果实也被天龙人得到。意图成为世界之王的洛克斯率领强大的海贼团赶到神之谷夺取这些力量，但最终被卡普和罗杰两人联手击败，就如同当年乔伊波伊和伊姆联手一起击败了黑暗之王。这场混战中，玲玲将鱼与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给凯多吃下，天龙人最终将这座岛屿完全抹除，神之谷从此消失。现在，随着橡胶果实觉醒，暗暗果实再次被野心家获得，宿命中的对决即将再次上演。5档路飞会不会透支生命？白色的头发和衣服又代表着什么？1045话路飞与凯多的对决延续了上一话的搞怪风格，用各种怪诞离谱的攻击招式继续向我们解释着路飞的新能力。这一话更像是一份说明书，集中展现了妮卡的自由和欢乐，并继续完善着橡胶果实的设定。我们逐个来看。首先就是争议巨大的果实换系别事件，尾田毫不避讳，一开始就通过凯多的分析，突出了这个能力的特殊性，能够影响周围环境，使其变为橡胶，这是超人系橡胶果实的特点；而能够自由变身，这是动物系人人果实幻兽种的特点。这也许就是橡胶果实改名改系别的原因之一。只从超人系已经很难解释路飞目前的能力，在上一话的分析里，我们就认为路飞的4档和5档分别对应着动物系的人兽形态和兽形态，也就是妮卡的半神状态和全神状态。
5档后的路飞继承了太阳神妮卡的外貌，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特征，例如草帽、拖鞋、衣服等等。就像凯多变身后独特的牛角也被继续保留下来一样，这也是能力者通用的设定。再来看5档的能力，我们之前预言的橡胶蹦床和橡胶巨人，在这一话都应验了。觉醒后的路飞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弹力，巨大化已经省略了吹气的过程，甚至在凯多腹中都能瞬间变出一个巨大气球。他的身体就是一个可以无限延展的橡胶，所以依然免疫着雷击，飞入雷云中可以毫发无损。但也因为是橡胶，依然不能免疫火焰伤害。凯多的热吸照样可以把它炸成黑炭，而现在的强大弹力让他能够做到比月步更加夸张的空间跑步。橡胶的摩擦力直接在空中制造出了火焰，然后一口气飞回了轨道。这并不是尾田新加的设定，因为早在漫画680话，在庞克哈萨德实验室中奔跑时，路飞就在地上留下了一串火焰，大概这就是摩擦起火的最高境界了。再次期待一下更加强大的火拳。而在5档的加持下，橡胶拳头也有了更加特殊的设定，能够将接触到的生物也短暂同化为橡胶，将它像橡胶一样拉伸冲击，造成更多的伤害。乍看之下，好像凯多脑袋被路飞打穿了，但其实在拳头离开身体后，凯多的脸就恢复原样了。能从眼睛里伸出手臂，也是同样的设定。那么问题来了，超人系能够影响生物，这合理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之前大妈与基德的对决里，基德也能够将大妈的身体变成磁体，所以超人系觉醒能够影响的并不只是非生命体。路飞如果能够把其他人短暂变成橡胶，之后说不定会有更好玩的情节出现。除了攻击力，5档的橡胶弹力也部分提升了路飞的防御。同样是缠绕的霸王色的降山式尹奈洛，上次路飞吃下这招后直接晕厥，但这一次只是脑袋上长了个大包，并没有被直接击溃。还可以用身体变形的方式硬扛凯多的冲击。之前橡胶果实无惧钝器伤害的设定，因为霸王色缠绕的出现短暂消失了，现在又再次回归了。总的来说，5档依然是在橡胶果实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吴老星说了，更强的力量和更高的自由度都在这一话里实现了，但这股力量也带来了极大的消耗，甚至比4档更加严重，以至于许多小伙伴开始担心路飞的寿命。其实跟早期2档一样，这种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修炼逐渐克服的。换言之，说明这种看不见的设定，其实还是尾田说了算。我们能看到的是路飞外貌的变化。1045话里，尾田完整展现了2次变身过程。第一次变身是从5档变回普通形态，火焰般的白色头发逐渐变回了普通的黑色头发，路飞衣服的颜色也从白色变回了红色，同时身上的焰云消失。除此之外，草帽倒是没有任何变化。第2次变身是从普通形态发动5档，路飞用了当年2档标志性的动作，衣服和头发从下往上逐渐变白，身上冒出的蒸汽也组成了焰云。尾田早期的设定中，能力者发动能力时可以影响自己的服装，而5档路飞的白发和白色衣服就是5档的官宣造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白色呢？白色对路飞而言很特别，天然橡胶一开始就是白色，象征着太阳神的阳光也是白色的，但阳光又能在不同的环境和物体上反射出不同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飞的白色也许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随着能力的继续开发，路飞也许会展现出五彩斑斓的白色，延伸出更多的招式。白色同时也是与黑色完全相对的颜色，暗示着路飞与黑胡子之间的宿敌关系。本画中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路飞衰弱时，解放之鼓的声音也会消失，而在5档爆发时，解放之鼓的声音就会重新敲响，并且有着强烈的霸王色霸气，与上一话觉醒过程完全一致，说明尾田将妮卡的力量、解放之鼓、霸王色霸气这3者结合了起来。唯有觉醒的妮卡形态才能发出解放之鼓的声音，而觉醒的前提就是霸王色霸气要足够强大，与我们之前的分析完全一致。路飞正是因为在与凯多的这场对决中提升了霸王色霸气，才让自己的力量得到了提升。现在想想，路飞2次被击倒都爆发了霸王色，第一次是在924话，路飞被凯多击败后，依然用霸王色震晕了小兵；第2次是在1010话，路飞同样是被凯多击倒，但重新站起来后就领悟了霸王色缠绕。凯老师不愧是金牌教师。1045话，凯老师虽然被戏弄得很惨，但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多致命伤害，路飞也并没有展现出完全碾压的架势，凯多依然是极为强大的对手。他的果实是否也有觉醒，以及凯多本身独特的恶鬼血脉，很可能才是凯多的底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之前1025话的分析。总的来说，鬼岛决战还保有看点，路飞到底会用什么方式击败凯多呢？和之国的最终场面即将到来。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45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聊聊你的看法。下一期1046话更新后，按照惯例应该会休刊，所以1046话很可能又会挖坑，一起期待吧。我是朱二本，下期见啦。